云英，云英，阿兄，怎么样？绵州警方可有问题？绵州警方已经人去楼空了。阿兄不着急，慢慢说。怎么回事？我到了绵州以后才得知，近些时为了赶工，所有工匠都是住在锦房的。先前左邻右舍还能听见些动静，可是渐渐的就很少看到有人进出。忽然有一天，就全都不知所踪了。偌大的锦房空空荡荡，既无之妻，也无之贡。我根据那锦房的大小估量了一下，其所能容纳匠人总数是远远低于现在益州城所流失匠人总数的。那这么说来，这个绵州锦房就是个烟雾弹，那些工匠极大可能是被掳走的，甚至在益州的时候就被悄悄带走了。制造职工投奔锦房的假象，这样就可以避开官府追查。你还记得牛五娘在山中那个黑锦房吗？你说，会不会是牛家？不会，牛景不会重蹈覆辙。但我想到另一个人，一掷千金打开名胜，买余家拉拢我，拉拢赵家和杨二爷，偷取花本，野心之大。除了他，我想不到第二个。南诏白王，盛风泽。盛风泽，那怎么办？我把宗亲们叫来，我们开会商议一下。不，这不仅仅是杨家的事，这事关整个蜀锦业。我得先去见一个人。外头都说牛五娘子的死是个误会，你仍是赵家家主。我当然是赵家家主。牛将军只是想要有个人看着锦业，但至于这个人是谁、怎么看，他并不在意。哪怕拴着，像条狗。不过牛将军并不了解我。我跟牛五娘成亲的那一刻起，名声和尊严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找我有何事？绵州锦房前几日大肆招工，近来却突然人去楼空，过去的职工也一并消失。我怀疑这是白胜的阴谋。我希望各锦户能够摒弃前嫌，联合一起，共同商量对策。可如今我这般模样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多想回到我们一起放风筝的日子呀！赵景王，赵家主。我今日过来是因为赵家是织锦大户，赵家的工匠也是我益州锦业的一份子。事关整个锦业生死，唇亡齿寒，
一损俱损。你曾是飞花会会长，现是杨家主事，余家同盟。如果赵家再助你一臂之力的话，锦业三大家族都会跟你并肩作战。即便没有我这个锦王，这日后的益州锦业也会为你所掌控。你打算何时召集他们？越快越好，最好明日。好，我赵家一定到。我替益州进货，多谢赵家主。既然不能陪着你前行，那就送你上青云吧。这样至少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。把祖父叫来，有要事商议。牛将军说过，关于锦业，还是由我做主。有多少工匠抵达南诏来？已经抵达南诏的有408人，还在路上的有125人，有宁死不屈者13人，避免他们自戕尚未启程。按照王爷的标准，1等工匠有75人，其余的都为2等工匠。其实也够了。杨静兰和6部的人正在四处打探你的消息，不如早日返程吧。今日刘瑾又拒绝了跟你合作。他会同意的，不着急。先借他这个宝地养养伤吧。如今白王爷来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来都来了，大家会会吧。哼！赵家或许不会来了，要不我们先开始。诸位掌柜，张刺史正在追查已经丢失的工匠，可如今城中还是有工匠不断失踪。官府人手不够，怕顾及不过来，所以此事还需我们各家互助，共度难关。你既然当这个头，把我们呼唤过来，想来你心里有主意了是吧？我是建议近些时日，将职工都聚集在一起，聚集在各家的警房之中，不得外出。张刺史也答应会为各家分派兵丁把守。将职工聚集在一起，还有官府的保护，那歹人便不敢轻举妄动了。这倒是个好主意呀。但是买卖怎么办呢？收丝、购料、买卖、货运，这毕竟要有人出去才行啊。于掌柜说的是，除此之外，严禁职工外出，那岂不是说我们还要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？这需要钱呐。关于采买，我是想由各家挑选人手，组成一支统一的队伍，在官府的保护下进行采买和售卖。至于为此事花费的钱，我的确没有办法解决。但我们织锦可以为了丝线花钱，
为了纹样花钱，为何不能为了人花一些钱呢？有了工匠，才能有真正的蜀锦啊！如今我们危难关头，唯有携手并进，齐心协力，方能渡过此关。我杨家将以身作则。我余家愿听季娘子安排。赵家愿听季娘子安排。哦，赵老太爷，其他恩怨暂且不算，在这件事上，我赵家愿和诸位是一条心。我等愿听季娘子安排。多谢诸位掌柜。刘老薛将军，抱歉，是我来晚了。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诸葛，你要不跟我们走吧？进官府不能没有人，说好了的，活的你滚，死的我滚。行吧，那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啊。你还要留着命去长安考状元，到时候我和高兄还指望着你这个诸葛状元来关照我们呢。你要是真获了罪，我的人生就有了污点，这个状元就当不成了。懂了，我一定会清清白白的回来，要平平安安的回来。知道了，还是这么啰嗦。薛将军，走吧，走，出发，走了。天路难定，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这么编：杨静兰刺杀白王，南诏震怒，劫掠益州城，讨要一个说法；而牛将军呢，驰援益州，打败了南诏的进攻，保护了百姓，还劝说南诏跟大唐之间交好。你说这么大一个功勋啊，还有谁会质疑将军啊？就算是节度使，他也不会。至于将军之前犯下的那些小过错嘛，也就不值一提了。白王的意思是让我的兵扮成南诏兵，然后自己打自己。本王只不过是一个闲散王爷，没有什么兵马，所以还是希望牛将军可以自给自足，自力更生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白王的意思是让我的兵扮成南诏兵，然后自己打自己。本王只不过是一个闲散王爷，没有什么兵马，所以还是希望牛将军可以自给自足，自力更生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当然是牛将军这个盟友了。当然了，毕竟是攻城嘛，战利品还是要有的。正好，本王有些东西落在益州了，还希望牛将军可以替本王送回来。白王想要的，可都是我益州锦业的翘楚啊！所以我说嘛，还是将军了解本王。益州城人杰地灵，只要浣花溪在，将军在，这翘楚嘛总是会有的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但是机会对于将军来说，可只有一次啊。本王还是要叮嘱一句，闹可以，但是不要闹得太厉害，到时候覆水难收，让大唐和南诏之间结下血海深仇，那可就不好。白王放心，我自己的城定然舍不得送回。
好。王爷，咱们的马车回来了，可车里没有人，只有一张纸条。我抓人质，他挑地方，一人一个筹码，还真是公平啊。基因向来诡计多端，他肯定是设下了埋伏，想诱你进城。这是鸿门宴，你不能去。驾！你说他真的会来吗？他这般自信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怎会不来？看来还是季娘子了解本王呀。好久不见，只可惜本王的院里只有2把椅子，陪不了闲客。季郎君，请吧。阿兄，你去门外等我吧。那你小心。季娘子，请吧。白王殿下觉得我能换多少人？季娘子，你觉得呢？一半。你所抓匠人的一半。这个价还的实在是太狠了吧！我用我自己来数，本就是属于益州城的人，谁赚谁赔，你心知肚明。本王为了抓这些人花的钱，平摊到每个人头上，也算是1人100斤了。本来倒是可以多抓一些人，这成本还能更低一些。谁让季娘子如此精明的，除了赵家，其他人被你藏的是无影无踪。不，我还是慢了。从你偷取花本时，从绵州警房出现时，我就应该有所察觉。我到底能交换多少工匠？本王倒是觉得，与其说交换，还不如说是交易。季娘子既然可以带着商队跋涉千里到吐蕃卖井，那自然也可以带着工匠们到南诏织井。或许，这也是一种商路的开拓吧。这不是商路开拓，这是绑了我们做牛马，还企图让我们承认是自愿留下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自己都知道，你为鱼肉，我为刀俎，那你又有什么筹码来跟本王谈条件呢？若是真没有，白郎君怎会愿意在此与我商议？大可直接把我绑了带走。我换个条件吧，你先把3种人放回去。说来听听。年过50旬者，未及弱冠者，双亲年迈者。双亲年迈者，那可不在少数啊。那双亲年迈又是家中独子者，你放他们回去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那得先等白王付了定金，我才放心让他们走啊。
季娘子啊，季娘子，你还是没有诚意跟本王合作。你干什么？这个益州城啊，要乱。沈公子！不，光凭你们南诏人做不到这个地步。你哪儿来的这么多兵马？季娘子如此聪慧，你应该猜得到本王会跟谁合作。刘瑾。王爷，牛瑾没来益州，他伏击了前来驰援的节度使，现在以咱们南诏的名义在烧杀抢掠。如今外面真的是乱了，怕是白王自身也危险。白王这笔买卖，怕是出问题了。不仅杀害益州百姓，还背负了杀害益州节帅的罪名。他若是想让我彻底背负上罪名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死无对证。南诏贼子众公子，你们给我使劲撞！走。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牛瑾的兵马一旦冲进来，这的人都得死。南诏贼子，快给我追！杀了他们！快往里进，到你们就安全了，快！好了，不哭了，你阿姨阿娘会来找你的啊，要坚强。来人，带人进去。小朋友，走，快！杨俊兰，杨俊兰，阿秋，怎么样？英英呢？已经被白胜奴走了，牛瑾的人还在追杀他们，但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是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刚刚。阿秋，请你放心，我定会将英英平安带回，你多保重。走了，驾！千万小心呐！南诏贼子，竟敢谋害节帅！今日我牛瑾在此，誓以此剑护益州城安危，与我益州百姓共存亡。杀！将军，这城里可全都是咱们自己的人，全都要杀吗？自己？这劫掠益州百姓的不都是南诏兵吗？凡劫掠我益州百姓者，杀无赦！南诏贼子，一个不留！杀！年过五旬者，未及弱冠者，
家中独子且双亲年迈者，季娘子要本王放的人都在这儿。被抓的益州工匠成百上千，便是不用细数，这些怕是也不够吧？那些人想必现如今已经到了南诏营池了，就算本王想放，也放不了了。盛风子，本王答应季娘子的，一定会信守承诺。季娘子若是想反悔，本王就不保证这些人可以平安地回到益州了。益州井，薪火相传。只要你们在，这井就还在。多谢季娘子，多谢季娘子。诸位请起。杨静兰，天地为媒，江水为证。今日季莺莺嫁您为妻，再续前缘，白首不离。季莺莺，天地为媒，江水为证。今日杨静兰娶你为妻，永隔山海，必带你回家。
这荒郊野岭的也没什么东西，就勉强陪本王吃一点吧。等明日进城之后，本王再给你接风洗尘。来，坐。好看。中原有一个美人啊，爱听猎伯之声。于是他的郡王为了博他一笑啊，就收集天下的锦缎，让他撕着玩。从此以后呢，他们就如胶似漆了。你身上这件衣服，本王准备了3套。若你真是喜欢用它来擦手，本王倒是可以命人再多准备几套。就算你有篡位的心，我也没有做美人的志向。还有，这个故事你听得不全。那个君王后来亡国了。吃饱了，告辞。你在菜里放了东西，你想干什么？本王是希望你能睡得更舒服一些。怕什么？本王若是想要一个人，定是明明白白的要。